酱油拉面。不知道时隔了多久，我们终于吃到了今年最后一家满分店铺。我都不知道原来还有这样的店存在，还是一位远在京都的老朋友告诉我的。那不得马上收拾行李，坐新干线直接前往京都。主要是我这朋友已经在日本探过100多家拉面店了。今天我们是要去一家评分4.6的拉面店，这个分数着实让人觉得有点恐怖。它要是不好吃，它就完了。这是一家藏在京都老巷子里的小店。京都这座城市的氛围就是这样，有一种骨子里内敛的拽。我也不知道他们在拽什么，他让我在门口等一下，我们等了1个多小时。无语。但是进店之后我才发现，他们家很奇怪的是一点都不像拉面店。非常的高级古朴，就问你们谁坐在包间里面吃过拉面？不是在包间里面吃面，虽然不是很理解，但是感觉很帅。其实日本的拉面有很多种，但是他们家只有3种味道：酱油、盐味和咖喱。我个人最喜欢的是酱油，虽然不知道为什么吃面也要有3,900，但我喜欢这种装逼的感觉，喝不来。接下来还有一盘前菜，头一回吃面还要吃前菜，这太讲究了。这是海胆鱼子奶油，里面的奶油像融化了的冰淇淋，冰冰凉凉，不会过于很甜，有点像咸奶油的那个意思。然后是一杯特别清新淡雅的抹茶冻，它这个抹茶特别的京都，就是又香又苦，又苦又甜，像极了爱情的味道。什么呀？接着小姐姐把面端上来了，好大一份，配菜和面是分开装的，也是单独烹饪的。它的面是中细型的，就是一般酱油拉面都用的中细面，因为这样更容易挂汁儿。配菜里面是鸡肉、叉烧、鸭肉和小银鱼。吃面先喝汤，日本拉面的小规矩。它这个汤入口第一感觉是酱油的香味特别重，然后那个酱油的味儿过了之后就是一种鲜味儿，又重又鲜，好好喝了。你们不要觉得它看上去很像苏州小面，但其实吃起来味儿很足，然后面条的粗细又很适中，嗦起来就会特别的过瘾，得劲儿了。再来一块鸭肉，它像国内盐水鸭的味道，芝士油饼一定要泡汤吃，油酥酥的味道特别像日本的猪油渣。其实可以把肉放到碗里泡一下。先来吃一口他们家的京葱，葱根特别的甜，这烤个烧鸟该多好。鸡胸肉是低温处理的，在泡了热汤之后会显得更嫩。旁边这个是鸡肉豆腐泥，像乐山豆腐脑上面那个哨子，吃到一半还可以在里面加一点山葵泥，它会让整碗面增加一点木质的香味。再嚼着那个颇有劲道的面，第一次吃拉面吃出了幸福的感觉。叉烧我一般会留到最后，就像草莓蛋糕的草莓，配着面一口吃，我就是碳水之王，特满足，特满足。其实这么好的体验也没吃多少钱，比我们之前吃那个1万1碗的还好多了。也特别佩服他们家精心设计过的仪式感，果然只要专心在做好面这一件事上，做出来的面确实很极致。阿杰推荐指数10分，卡威尔真好吃。你们好奇吗？把牛排做到全美国公认第一会是什么样子？我也没吃过，不过牛排不就是煎个肉吗？有什么好装的呀？今天这家餐厅可能会稍稍的有一点点贵，它是在去年的年底登陆的东京，现在已经过了整整1年了，它还这么难约啊！所以我们今天还是要去见识一下纽约名副其实的第一牛排馆 Peter Luger。他在过去的135年都被评为全美第一的牛排馆，到底是因为什么？好大的排面啊！它要是不好吃，我就把它骂死。我也是最近才预约上，又到了乱花钱的日子。他家在美国纽约有2家店，然后第3家开在了日本的东京，就在惠比寿那个地方，全日本最好的餐厅都在那儿。站在他家店门口，有一种莅临美国哪个富豪庄园的感觉。すみません。11時半予約した料です。有一说一，我还是头一回坐在这么富丽堂皇的地方吃饭，有一点点的拘谨。我们来看菜单吧，掩饰一下我们的紧张。上菜了，开始吧。他家的餐前面包会有好几种，我们选择了个小法棍，但咱们就是说，它比法餐厅的法棍还要硬点。小圆包就非常软了，不过面包只是为了引出一个很厉害的东西，就是他们家的秘制果味烤肉酱。正好我们的第一个主菜就端上来了，厚切培根。这个外貌其实不算特别惊艳，但是它端上来的时候表面还冒着油泡，好厚啊！我真的很爱厚切的猪肉，咬开最外面那层已经被烤得酥脆的皮之后，就能吃到里面比较软嫩的肉和油脂，它会稍微有点肥，但真的很香。空口吃2块会很腻，所以就要搭配旁边的烧烤梅子酱。厚切就是那种非常有层次感的体验。下一盘的烤鱼就清爽多了，三文鱼搭配烤过的西兰花，还有几瓣柠檬，这不得瘦死！美餐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非常的实在，他们家这个三文鱼真的很出名，它会把里面的鱼肉烤得非常的嫩，你甚至用刀背轻轻一拨它就开了，一口吃进嘴里还没嚼，就嘴巴里就会充满鱼肉的鲜味，而且因为它温度刚刚好，里面的鱼肉吃起来会很有韧劲，鲜味感非常足。我还想再夸一下他们家这个酱，这个酱有卖的吗？然后接下来就是牛排了，在万众瞩目下迎来了今天的主角，牛排还在滋啦滋啦的时候就被端了上来，然后他们家不用选部位，只有剔骨，然后它一半是菲力，一半是纽约客，也是2种完全不同口感的肉。牛排都是当天从美国空运过来，经过28天的干式熟成，且是美国最高等级的牛肉 USD Prime， 所以它在日本可以卖到4万多一盘。来吧，一起来品尝一下号称是纽约第一的牛排。第一口我们吃原汁原味的，因为是干式熟成，它已经过滤掉了多余的部分，所以嚼起来会很轻松，还完整的保留了肉里面最精华的汁水。烤的过程中应该只用了黄油和盐调味，就是进嘴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肉很肥很厚实，接着是只有干式熟成才会有那个咸咸的汁水的味道。熟成的那个味道就是像鹿肉刚刚做好之后那个木材的味道，跟日本和牛的完全不一样，就它不是那种软塌塌的口感，它是那种外脆里嫩的感觉，就是最外面那层焦脆肉真的太上头了。
了，有点像川菜里面干煸过后的牛肉，让人特别上瘾。然后你咬下去又能感受到里面的肉的柔软和牛肉些许的脂肪，哇，有点停不下来的感觉。他们家这个西兰花上面全是油，所以会觉得今天的蔬菜环节格外的轻松。剔骨左边的里脊肉吃起来会更柔软一些，相比刚才比较有弹力的菲力会更好嚼开，可能因为它牛肉的品质实在是太好了，就算是熟成之后你也能吃到牛肉里面那股奶香味。最后的最后，他们家没有甜品，但是会给你2个金币巧克力收尾，他就故意让你有一种做富豪的错觉，但他们不知道这玩意儿在国内10块钱买一大兜。总的来说，这家店我非常的满意，店里也很有历史感，有种百老汇老洋房的感觉，所以1分钱1分货，这么有名还是有道理的。阿基推荐指数9.5分，卡玩意儿，好贵啊！日本和牛的历史其实只有60年，但它却发展成了全球最贵的牛肉。它为什么可以卖这么贵啊？岂有此理啊！所以我就去约了一家连续当了5年百名店的和牛馆。这太扎实了，太爽了。毕竟我也想知道吃和牛吃到反胃需要花多少钱，特别是它里面那个最粉嫩的那个部分，是嫩的，哇，龟苓膏。今天的废话也很多呢，带上家伙出门。今天我们来的是蓝青山的一家完全预约制的烤肉店，这店隐藏得够深，高情商注重隐私。我老板没钱。好了，不说废话了，看一下它这个人均2万的价格究竟如何。饭前先来2片咀嚼片。第一个菜不出意外是茶碗蒸蛋开场，它这个蒸蛋特别的点是，它是用煎鱼的汤煮的，所以吃起来会有一种鱼汤的鲜味，里面还加了一点黑胡椒，所以鸡蛋的奶香会更加明显。今天这个沙拉又到了我们的活到150的环节，它上面淋了一点黑松露的油，你们知道它闻起来像什么吗？就是用汽油拌的生菜。然后第3个前菜给我们上了一个粉条，它吃起来其实很像奶油蘑菇意面。怎么还有前菜？其实在日本所有的生肉吃起来都有一种饺子馅儿的感觉，他们家的生肉是用酱油调的味，里面混杂了些很有嚼感的菜和海苔，你吃惯了就会觉得很好吃。突然一块是和牛的上腰肉，就这一块肉是内外会非常的软嫩，因为它的肉瘦纤维短，所以这一块肉一般是后切，吃起来会比较滑嫩，但是没有横膈膜肉那么香甜。第2块就是我们的横膈膜肉，也可以叫它牛五花，这个部位它其实很难烤，因为它很肥，所以很容易烤干，但它吃起来就贼香。我感觉我牙齿没用力，甚至你把它吞了，那股牛肉的香味还会挂在你的舌根。完了之后，没有想到我们今天的重头戏之一烧牛冬居然这么早就端上来了。它里面的那个肉真的切的巨厚，但其实一口咬下去，你的齿感会很轻松。它是一种脂肪虽然没有很多，但是很嫩的里脊肉，配上他们家的特制烤肉酱，嚼开之后那股炭火和牛油混合在一起的味道，所以它饭也是配了日本最好的米，一口烤肉一口饭的快乐，可以很轻松就把一盆都炫完。空盘吃了饭之后就给我们上了一碗汤，它里面是一片用低温处理的和牛包着一个萝卜。怎么说呢？它非常像怀石料理里面的素汤，不过用的牛腿肉比较肥，所以脂肪里的奶香也渗透到汤里。汤应该是用蔬菜和贝类一起熬的，味道很鲜。汤里面也是那个和牛那个骚骚的味道。然后接下来也是他们家的王牌之一，我就问谁见了这么厚的牛舌不迷惑？除了刚才那碗牛肉饭，我们今天就是冲着这个超厚切牛舌来的。他们的烤法其实很讲究，一开始用小火慢慢烤，然后可以看到牛舌滋滋冒油，最后表面变成非常好看的焦褐色海浪状。烤完之后切好摆盘，这种粉粉的感觉真的就是2个字：脆弹。所以才说它吃起来有点像龟苓膏，它嚼起来的质感很像没有炖煮过的蹄筋，搭配着一点烧烤味的山椒酱，那种恰到好处的辣味，刚好中和了牛油的腻，剁椒牛肉的感觉。吃完这个确实很腻，所以就给我们上了一个酸辣小番茄。接下来是一小份炸牛排，属实没想到上了一盘炸牛排。炸牛排一般都会用里脊肉，汁水比较少，嚼起来能吃到肉的扎实感，再配了旁边的酸酱，油香也不会腻人，所以它其实很像广东版的糖醋里脊。油香酸甜。这个是酱香牛腿肉，其实我想说这种薄切的非常适合做寿喜烧。服务员一直在讲他们那个酱香如何好，但我就想你给我端点生鸡蛋来，我想吃碳水。不过还好的是下一个菜就是和牛银鱼小饭团，因为米饭里面塞了那种炸过的小银鱼，所以吃起来会有这种脆脆的口感，牛肉的脂肪加上海鲜的香味，得劲儿，这可是最贵的饭团了。然后最后的甜品是他们家自制的牛奶布丁，超浓的奶香，然后打包8.5分。应该没有人不喜欢烤肉吧？大家都知道日本有一种很贵的牛叫和牛，对吧？但是你们知道为什么它的价格可以这么嚣张吗？是因为装逼吗？还是因为这种肉基本上不出口？店员说这个肉是透明的，我们来看一下它。哇，在光下面真的是透明的。今天我们就找了一家日本最大美食评分网站目前排名第2的和牛烤肉店，没选第1是因为第1根本约不上，就很嚣张，我已经开始生气了。又到了吃烤肉的日子啊！好的，我们已经到了四谷站富人区啊，怎么又是富人区？东京的富人区是不是有点太多了？除了我家附近都是富人区吗？就连酒店的用量都非常奢侈呢。6 K。窗边的位子，假装自己很有钱。2位主厨，不过他们只负责切肉，烤肉是3位老师轮流帮我们烤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吧。第一个小菜看着就让人很生气了，这么大个盘子，多盛一点店会垮吗？真的就只有一勺，碗里就没了。
一坨生肉，然后给你加了一点奶油，像极了我妈卡塞的感觉。人家本来就是，这个是每家高级烤肉店都逃不了的生肉环节。它是香油照烧，用的是瘦肉比较多的部位，一点蛋液再配上一点甜酱汁，淡淡的回甘让你瞬间开胃。第一盘烤肉就是他们家的至高推荐，幻之牛舌。这两片很厚的就是舌根肉。和牛有个特点就是肉特别粉嫩，因为脂肪太多了，烤到这种微微有一点卷的时候就是最嫩的。你如果从中间切开的话，还能清楚的看到里面软嫩的部分。哇！里面那一块肉真的像果冻一样，它嚼起来其实有点像菌干，但它又比菌干更弹，因为它里面像果冻或者龟苓膏的那种口感，挤上一点柠檬，这种爽脆弹牙的感觉真的可以治愈人。这两张薄切的就是舌尖肉，虽然不能说薄如蝉翼，但也是薄如蝉翼他徒弟了。这一块吃起来又特别的韧，就是你可以嚼很久。看起来比较烂的这两坨是舌头下面的那块连接肉，这个地方基本上就全是筋，没什么肉，胆固醇味道特别重。但它却意外的在嘴巴里面飙汁，这个是烧现在最有炭火味道的，因为它全是脂肪。接下来这两片就是和牛本牛了，烤的时间非常短，每一面可能就只烤1-2秒，然后像叠被子一样叠起来。不知道为什么看着我特别爽，虽然不是说晶莹剔透，但是你看这个油光，所以它才叫双酱和牛。而且这种7分熟一进嘴，你就能直观的感觉到它的好坏，真的巨甜。接着是两块很豪横的横膈膜肉，你们看它翻过来的时候，前有绝景，美拉德反应让空气中都弥漫着和牛的香味。我发现高级烤肉店肉就是它怎么烤都很好看，配上一丁点山葵，就是不辣的芥末，它入口绵软多汁的口感中还带着些许奶香，山葵又能让奶香中透露出隐隐约约草地的味道，贼高级。接下来是两片牛肩肉，店员说这个肉是透明的，我用相机给你们拍。我反正不信。3、2、1。说实话，我看到这个其实还是惊了一下，这个肉是怎么长成这个样子的？蘸一点点酱油，只是为了提鲜哈。再来两片牛肩肉的背面，这两片就是既有弹性的肉，又有丰富的脂肪，加起来看同样也是一幅画。接着还有很多内脏端上来，最后每人还会有2碗味道不同的和牛盖浇饭，太夸张了这个分量。所以你会不会让你的对象带你来这家店？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看。这家店居然在烤和牛里面包了一整个生蚝，这什么神仙搭配啊！我还是第一次看到，为什么我没想到？今天这家店应该算是一家创意烤肉。然后我看它官网的那个图片，我就已经馋得不行了，就长了一个痘，非常帅啊！予約したの龍です。龍です。啊，すみません。第一个前菜是香肠火腿午餐肉，但是午餐肉除了煮火锅还有别的吃法吗？第二个是2片熏制的香肠，第三个很好吃，它就是那种吃进去是火腿的味道，但它其实是午餐肉，心机的撒了一点黑胡椒，然后还有一个小菜是番茄牛腩。我发现这种番茄的酸甜味能够瞬间把你的胃唤醒，感觉现在的我就是一个吃牛战士。我们的第一盘肉也端上来了，像这种店一般都不会让顾客自己烤，师傅先是刷了一层牛油，然后烤上了我们家的第一盘也是唯一的一盘五花肉，听着五花肉冒油的声音就很解压。他烤的这块其实是比较偏瘦的五花肉，师傅烤的刚刚好，所以嚼起来很有劲道。接下来就是牛肉的部分了，这里面最好的是下面的那块肉，就是大腿连接肚子的那块肉，非常小的那个区域，所以它很少也很贵。师傅说可以配上这种专门用来蘸牛肉的酱油，滴上几滴就可以吃了。它吃起来其实很扎实，但是又很有弹性，这就是稀少部位带来的快乐。就是这块超大的里脊肉，这块肉的脂肪很少，然后师傅把它烤得特别的软，所以我就好奇的问了一下师傅，为什么我们自己烤肉烤不到这么好？师傅就拿出了他的一个笔记本，下面的笔记真的是特别的可爱，什么烤肉的水风传理论，算了，我估计学不会。你们看它这个色泽，这个必须承认，这太有差距了。对了，如果你是那种吃烤肉特别容易腻的人，你其实可以在上面加一点山葵，这样你吃10坨都不会腻，蘸一点盐也很香。接下来这个是牛的横膈膜肉，比较常见的一个部位，一个字总结就是甜，这个也可以加一点刚才那个酱油，肉质香甜还是挺不错的。接着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了，看到这个正在慢慢变鼓的肉包子了没？隔它1米远都能闻到喷出的海鲜味儿。和牛的油本来就很多，烤出来的油会把生蚝死死包住，摊开的一瞬间我都惊了，里面的生蚝还是一个稚嫩的状态，然后师傅会给每一块都单独滴上烤肉酱，全熟成的和牛加上饱满多汁的生蚝，甚至想写一篇满分作文来赞颂它。废话不多说，赶紧尝一口。因为和牛的油水是甜的，所以它就能把生蚝衬托的特别的鲜美。这2个食材加在一块真的是神仙搭配。虽然很想再来一份，但这个他们家每天限定1盘，这个也要加一点山葵。接下来是这2个烤了很久的肉丸子，感觉他好像开局就在烤这个，不过成品确实还挺 Q 弹的，用筷子夹它也能感觉到那个反弹的力道。这个肉丸子的观感就是特别的扎实，你用它蘸酱油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哦，你们看到它流的那个油了没？这就是专业的吧。然后是这个典型的 A5 和牛，每一面只能烤2-3秒的那种，看师傅慢慢
慢卷肉的样子真的好舒服。然后会放到特制的蛋黄酱碟子里，这个碟子也是我没吃过的味道，应该是蛋黄液又加了什么调料，反正裹满酱汁，一口吸了。但是说实话哈，这种 A5 和牛真的太油了，吃个1-2片你觉得很香甜，但吃到第3片你会觉得下面要窜。还有个有意思的事就是我们最后要加肉的时候，师傅会直接把肉端到你面前，一个肉一个肉的给你讲解，感觉甚至还有种仪式感。然后最后我们还有一份主食是咖喱饭，感觉今天有点吃太多了。吃完甜品就赶紧回家躺着吧。焦糖鸡蛋布丁，饶了我吧。阿基推荐指数8.5分，卡玩意儿。终于给我等到了，听着莫扎特音乐长大的和牛，我一直以为只有在电影里面才会有这种设定，没想到被今天的店装到了。又到了吃和牛的日子，它是家位于东京六本木的超高级烤肉店。今天我们去的这家店非常的拽。六本木是个什么地方？其实就是Lychee People 们玩乐的地方，所以这条街上的店都有个特点，就是特别装。我也是来了这家店才知道，居然还有和牛店只吃母牛，这有啥子怪癖？我们还要下一个旋转楼梯才能进店，是上班打卡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吃的牛肉。先来给你展示一下，旁边还会附上它的血统证书，每个牛宝宝还有名字。店员也反复强调说，他们是听着莫扎特的音乐，在没有压力的环境下长大的，所以对牛弹琴到底有没有用？他居然让我给了100多块钱点那个前菜，要是不好吃我就把他骂死。第一个牛尾汤，先来漱漱口，感觉声音口闷，汤还是比较鲜，但是它里面甚至没有给一坨肉。然后是无法逃离的生肉环节，可能确实是因为肉比较好，它那个脂肪吃起来会有一种果糖的甜味。第二坨是用蒜香烤肉酱拌的生肉，有点像韩式烤肉那个味儿啊。100块钱的前菜，感觉还是可以。让我们来尝一下拥有血统书的和牛是什么样子。这个肉刚刚放在烤盘上的时候，烤之前就能看到那个雪花分布的很均匀，上了烤盘那个网格印在肉上，显得更诱人了。关键它还只是一个舌头，但它的那个绵软程度又很像土豆烧牛腩，好爬哦，像备注的那个口感。接下来是招牌菜，牛的舌尖肉包葱丝。我一直觉得它比起舌根肉，口感更像那种嚼了1万次的口香糖，已经是脆弹的感觉了。还是舌尖肉有韧劲。牛舌包绿洋葱，它吃起来像一个灌汤小笼包，咬开舌头之后里面还会流汁，那个味道特别像牛肉洋葱饺子。但其实你只用舌尖肉夹的葱丝也很好吃。又到了我们快乐的长寿 time， 沙拉达跳过。接着是我最喜欢的横膈膜肉，它真的太漂亮了。其实你根本就不用咀嚼，就能尝到肉里面那个甜润鲜美的汁水，像喝牛奶。这个一片是牛腹肉，因为它那个脂肪更多，所以看起来比较透明。来吧，透明小和牛，吃起来比较接近蒜香肥牛，但是蒜香味很淡，那个淡淡的蒜香更好能体现出那个牛肉的奶香。然后像这种比较好一点的和牛烤肉店，都会给你准备一盘仅仅一盘的寿喜烧，但是没有配饭，碗里面是料汁和一个整整的蛋黄。因为这个菜只有1片肉，所以最好裹实了再吃。那个奶香和寿喜烧的汤汁太配了，一滴汁水都不能逃走。奶甜加上清甜，像是北海道奶油果冻慕斯的感觉。牛肩肉吃起来就是很健康的味道，没什么雪花，所以吃起来不腻。这一块没什么脂肪，但是肩上的肉鲜味感又很细腻，它像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爱情啊。接下来是和牛三明治，我们其实已经吃过很多次了。找到你了，面包。但它今天这个面包是用牛油烤过的，想给你们听一下咬脆牛排的声音。而且里面那个肉比面包还厚，一整块里脊肉，里面刷了一点巧克力味道的甜酱，对，超高热量带来的快乐。然后服务员会就着锅里的牛油，再给你涮一片牛腿肉铺在饭上，它就是一个17家牛肉盖饭的和牛版。我也不知道这一碗可以在17家吃多少碗。最后的甜品选择了我们的安仁豆腐，吃起来很像是那种希腊厚蒜奶，整个 course 下来很满足，价格也很感人。阿基推荐指数8.5分。好哟。和牛在日本很出名，但是这种真空低温烤牛肉我还是第一次吃。今天我们就来多吃点肉。这是一家会员制餐厅，每个月的套餐都不一样，也不能点菜，就你进来坐着之后就开始上菜了。一般来说是11道菜，今天的第一道菜是牛尾汤。哇，这种香辣的东西真的很开胃。这里旁边还配了一个小册子，每道菜应该配什么酒都写得清清楚楚。不过我喝不来，那还是算了。第二道菜叫爆蛋菲力，这里面搭配的食材就有点多了。加好酱油之后，我们就一口吞吧。这个的口感就很丰富了，先是糯口的牛肉，再是芥末和山药的清爽。第3道牛腹肉就很满足了。我觉得和牛还是要吃这种大块的才好吃。老板说这块和牛是通过65度的低温调理过后，配上蛋黄和酱油，最后配上特制的泡菜和牛腿肉搭配而成的。下面这道菜是牛肩肉，是牛身上我最喜欢的一个部位，脂肪比较多，所以口感很醇厚，还可以浇上甜辣酱和柠檬一起吃。感觉和牛还是应该这样吃。不过说回和牛，为什么和牛要用低温调理？我去查了一下，大概就是说和牛的蛋白质在超过62度之后就会开始变硬，低温调理才能保留住和牛最美味的肌酐酸。但是光吃牛肉也吃不饱，还可以再来一碗牛肉拌饭。但是你们知道最夸张的是什么？这家店居然可以免费加肉。等一下，我没听错吗？和牛免费加？对不起姐妹们，减肥计划暂时搁置一下吧。最后的最后还有一份香草柠檬冰淇淋，这样的和牛你会来吃吗？嘎玩意儿！我的妈呀！今天这家烤肉店真的太有精神了。对不起，阿基悄悄退出了刘畊宏老师的直播间。同样都是日本最贵的和牛，为什么他家就可以这么好吃？哇，这一口下去，哇！
哈喽，大家好，又要迟到了，我的妈呀！今天我们来到了新宿。我们又是一样的画面。予約したのリュウです。おしゃれ。不知道为什么这家店有一种高级的感觉。我们开始吧。前菜是竹笋、花生芦笋，还有孜然土豆丝儿，这太有精神了，根本没人想吃。好难吃啊！我们今天直接跳过前菜吧。这是我们今天第一盘烤肉，长条薄切牛舌。它切这么长有个好处，就是可以卷着别的东西吃。这次搭配的是小嫩葱，嫩葱那种细碎的齿感，再配上薄切牛舌那种又软嫩又弹牙的质感，就是不仅嚼起来很开心，而且嫩葱刚好又调带了牛舌的那股油脂味，好吃。接下来这个是熟悉又陌生的逃不掉的生肉环节，还好只是一块寿司，寿司就会显得生肉合情合理。它是备注加上生和牛。还有寿司哎。接下来是我们的老朋友横膈膜肉，这个部位还有个叫法叫心头肉。我发现他们家的每一个菜都像一个单独的小摆件。横膈膜肉就是口感特别细腻，它那个柔软程度就像在吃一块肉感十足的棉花，再配上一点他家的秘制柚子酱。它不像普通和牛那样一下就化开，而是很有嚼头的那种，而且还有一种和牛脂肪的奶香，真的很绝。接下来是厚切牛舌，用的也是牛舌舌根的位置。它烤的时候那个噼里啪啦的声音，让我心里真的很痒。厨师夹起来的一瞬间，你都能闻到空气中的牛舌味。还有是怎么做到表皮是脆的，但里面是生软的状态？好肥啊，好爽啊，好香啊！它这个嚼起来就是比内脏要柔软，但又比肥肠有嚼劲。当还在回味这块牛舌的时候，服务员趁我不注意，一盘生肉悄悄端了上来。我发现这种高级烤肉店的套路就是分量不够，生肉来凑，真的是商场如战场。它用的是那种很肥的碎肉，它没有任何的蘸料，就是直接这样吃的。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，它是一种若有若无的甜味。接下来这个是今天的极品牛肩肉的寿喜烧，烤好之后会和他们家的秘制甜酱放在一块儿，它这个酱是那种酱油风味的照烧酱，好甜好鲜啊！它表面上那种焦焦的味道和咸甜的酱汁加在一块儿，送进嘴里就是弹牙爆汁。接着是一块油煎里脊肉和薄薄的2片黑松露。煎的里脊肉虽然很软，但是它特别油腻，进嘴的一瞬间就是黑松露的汽油味，就是汽油牛排。哇，我们的老敌人长命百岁草。算了，我不想活到150了。然后是今天最贵的一道菜，厚切上等里脊。这块肉你一口还真塞不下，看上去很难嚼，但因为雪花很多，轻轻一咬就能下来。果然里脊肉还是要烤出来才会有那个嚼劲，因为本来就很肥了。最后的烤肉是和牛寿司烤肉，先用烤好的牛腿肉裹满酱汁，然后再把蛋黄戳破，最后连肉带饭一块裹进去。哇，那股蛋液的香味马上就能和酱料交织在一块儿。哇！再加上和牛那个鲜味，直接炫到你的天灵盖。阿基推荐指数9.5分，卡玩意儿，真满足。救命！今天我们去的这家店真的好嫩啊，就连服务员都嫩起来了，好帅啊！吃完这家店，我甚至有个感悟，就是烤肉店的好坏真的是在拼谁家的花样更多。肉都是一个品种，为什么他家我就可以吃这么多？现在是9点半啊，我们现在看能不能抢到他们家最后一班。我已经3天没有吃饭了，家人们。予約したのリュウです。ありがとう。哇！开始了，他们家的第一个前菜就很恐怖，我还以为是烤肉，结果小姐姐让我生吃，他们还在肉的旁边织了2根线，然后它是让你用线把这个蛋黄给它勒开。其实说句老实话，还挺好玩的，有一种莫名的快感。哇，它爆开了，家人们！接着用这个蛋液就着下面的果冻一起混匀，就你像这样和好之后，瓦在这个海苔上面。但是我们抛开对生肉的偏见，它这样看上去，但我还是不想吃。哇，菜不可貌相，生牛肉的那个脂肪和蛋黄的香味特别配。我突然觉得，就算是生肉恐惧者，和牛的生肉也是可以尝尝的。接下来是这个菜，先不说上面怎么又有个蛋黄，它是在向我传达什么禅意吗？我都有点好奇它是怎么把韭菜立起来的。从中间把它掰开，然后让蛋液从内而外的渗出去，但它吃起来的味道其实就是韭菜。韭菜跟蛋液这2个食材真的很不配。韭菜真好。然后这块肉是他们家的特色，雪花牛舌，就是牛舌上面脂肪最多的那个部位，所以它这个牛舌看起来都是白色的。它翻过来这一面才惊艳，因为脂肪很多，所以它表面都在冒油泡。一口下去，虽然你知道它是牛舌，但你咬下去的时候却觉得像龟苓膏。这真的是烤牛舌之上的新体验。然后是我们的老朋友横膈膜肉，一句话形容它就是和牛身上最香甜多汁的部位，这应该算牛的五花吧。对，这个千万不要烤太熟，先给朋友加一个，我觉得烤到2面冒泡就差不多了。然后我们看资料的时候发现，这头牛是一头母牛，那给你戴个好看的发夹，怀着感激的心情吞下你吧。哇，
超软，就你一口吞下去都觉得是浪费。我还偷偷留了一坨肉在我嘴巴里面嚼。接下来是2坨汉堡肉，这种肉一般如果你烤过了，它就会变得很硬很柴，所以我们就要精准的烤到它里面还是松软的状态，就像是这个状态。厉害吧？当然你要是想吃生一点也不错，烤成这种状态，吃起来会微微泛甜的感觉，但就是有点腻。那你可以再蘸一点鹌鹑蛋的蛋液，或者这种酸酸的臭橙醋。我觉得这种蘸醋要好吃一点。然后这个是他们家的招牌菜啊，偷拍被发现了。好帅啊！它是一个黑色吐司和牛三明治，它上面还插了一个这个插入栓，这里面包的是那个暖花。突然觉得它是一道很有未来感的菜呢。挤这个蛋液的过程真的也很爽。所以我这个看上去我都饿了。咬下去之后，我才发现牛排外面还包裹着一层酥脆的皮，真的是野餐新选项。然后是一盘肥牛，它还不是就这样直接烤着吃，它是把它烤的差不多之后，盖在饭上和蛋黄一块吃。有人数过我们今天总共吃了多少个蛋黄吗？又要在热腾腾的肉上面戳破蛋黄了，满不满足？爆满足。然后你们猜最后的甜品是什么？它是双重鸡蛋布丁，直接把一整个蛋黄铺在布丁上面，真正的超浓厚鸡蛋布丁。这什么奇葩操作啊？它是好吃的，蛋液让鸡蛋的味道变得更加的浓厚，甚至还有点牛奶味，在日本菜真的不可貌相。好了，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卡玩意儿，特别的好吃。法式鹅肝作为世界3大奢华美食之一，在法餐里面它有很高的地位，但是直到我遇到了今天这家餐厅，这里一个汉堡可以买麦当劳11个汉堡。和牛跟法肝都是2个国家最具代表性的食材。把它俩做成汉堡，一口下去的热量能有多高？又到了吃汉堡的日子。这家店在潮人非常多的元素，感觉走到哪儿都会犯潮人恐惧症。哦，原来日语里面有虎视眈眈这个词。すみません。もう1人を増えていいですか？4人で。店里的装潢也非常的法式，一点不像汉堡店的样子，但它的菜单确实只有汉堡。4500块这个汉堡，好高级啊！这个地方甚至还会在上汉堡之前上一份很正式的沙拉，但我是真的吃不来，所以我们一共点了4个汉堡。端上来的那一瞬间真的很硬，因为它是和牛的肉做的，所以它在煎肉的时候那个油香就特别浓。然后服务员会在上面铺上一整层黑松露，感觉这一盘就只差鱼子酱了。汉堡配用的是烤过的油面包，上面还涂了一层黄油。肉饼这种微微焦脆的感觉是最好的。它这个鹅肝也是真的很夸张，法餐厅里正餐都吃不到这么大一片，上面还淋了一层牛排酱。它整个这个汉堡就散发出一种吃一口胖3斤的感觉。开始了，我还是很期待这一口下去。它这个甚至让我想起了塞尔达里的烤肉。下嘴之后，和牛的油跟鹅肝的油会直接混在一起。又因为它用的肉是100%和牛，所以吃起来不会有那种松散感。你如果优雅的分开吃的话，就吃不到那个油和肉混合在一起的那个味道了。黑松露酱和鹅肝的油都会有点微微的甜。这个时候如果上一碗白米饭，一定要把鹅肝的油挤上去。可能有人会问，鹅肝到底什么味道？我觉得其实比较像刚炸好的猪油渣，但吃感又更接近双皮奶，就是有种感觉在巴黎铁塔下被那个当地的人追的感觉。再配上油面包那个脆脆的皮，整个嘴巴里都是高热量的油香。虽然像喝了一瓶油，但是还想再炫一个。油面包真的很香，掉出来的肉渣还可以蘸一点黑松露酱，好下饭呀！这酱是那个汉堡的精华。麦当劳一个汉堡400日元，这个一个汉堡4500，可以买11个。阿基推荐指数8分，卡玩意儿。日本和牛身上最贵的那块里脊肉，已经可以卖到普通牛肉价格的100倍。那为什么这么好的肉，日本不出口呢？真的很无语。你装什么啊？又到了吃牛肉料理的日子。今天我们去了这家店，终于不是烤肉了，他家是高级的和牛料理，用的也是每天泡温泉、喝着中药长大的牛，感觉主打的是个生化的概念，但还是比海里的那些要安全。虽然这些牛活得比东京人还精致，但是最后还不是进我嘴里。又来到熟悉的麻布十番，经常会在这里偶遇日本明星，服务员会提前站在街上等你，然后把你领到楼下。这么高级，但是只有6个座位，菜单是放在信封里的，虽然很可爱，但是有点土。狗妹，开始吧。第一道前菜就是各种小盘子，像是小时候玩的过家家，但是又很像过桥米线，就是一种想拿米其林但是没拿到，但还是要把仪式感做足的倔强。不是我今天怎么攻击性这么强啊？腼腆一点吧。它是一道可以自由组合的达达牛肉，根据自己的喜好做好馅儿，放到饼干上，有一点像吃taco，过桥taco。就是当鱼子酱加上那个鹌鹑蛋的蛋黄之后，味道会变得更香醇。每一道菜用的餐具和盘子完全都不一样。低温慢煮的和牛配着番茄的味道，像是吃火锅的时候的鸳鸯锅里的清汤锅，但是它有很多小心机，淡淡的牛油香味和柚子柠檬意外的很配。我现在感觉和牛跟什么食材都很配。这个小小的章鱼里面是包了馅儿的，像一个章鱼版的小饺子。里脊肉里面包的是芦笋，外形看起来有点像一个江浙菜，九转大肠。它下面那个酱是甜蒜酱，就它更能把牛肉的味道激发出来。这家店虽然很高级，但就是上菜太慢了。下个菜是一杯鸭汤，就只有一杯鸭汤，高脚杯哎。第一次用这种方式喝鸭汤。
汤，好高级啊！它是有点辣卤鸭汤的感觉，但还是有脂肪的甜味。这是一个可爱的带着小熊图案的和牛三明治，它因为把黑松露做成了蓉，所以现在整个餐厅都是汽油的味道。它像是和牛三明治版的费列罗，里脊肉嚼起来就是很软弹。牛里脊真的太脆了。接下来是个甜品，黄油芝士蛋挞。他们家的盘子怎么这么好看？因为都是定制的，比这个菜的设计还好看。它外面那层像麦当劳甜筒的脆壳，但里面比较接近榛果巧克力的味道，又像是在吃水果塔。哇，这个菜很像是砂锅版的花椒鸡。这个据说是当天一艘船里捕到的最好的海胆，就会运到这个地方来。一勺下去，你都能感觉到满满的胶原蛋白，里面有一个很嫩的大块海胆，它是肉海胆，嚼起来像肉。汤底有点像西式版的土豆泥，像是鸡汤和鱼汤混合起来的味道，但是那个粘稠的胶感又很想捞马蹄花，真的很炫。他用的这颗海胆感觉比北海道的海胆还好，所以它真的很贵。刚才的那一口海胆真的很惊艳，我第一次吃到脆的海胆。主菜用的是里脊肉最中间的那个部位，因为炭烤，所以在嘴巴里嚼的时候会有柴火的香味。你会感觉那个柴火味会把和牛更野性的那个味道激发出来。我发现好的牛里脊会有种特殊的口感，像是阳光玫瑰青提的那个感觉，外面嘎吱嘎吱的，但是里面又很嫩，骚骚的。我喜欢那个骚味。荔枝冰是用来清理口腔的，因为下个菜是碳水，它这个牛肉饭里面还加了鱼子。土锅煮的米饭真的最好吃了，刨饭的时候还能感觉得到鱼子在嘴巴里面爆破。跳跳糖和牛饭吃到一半会往饭里面泡茶，比较传统的日本吃法，但它那个茶闻起来有点像兰州拉面的汤底。最后是一碗迷你冰粉和冰淇淋，吃完之后还会给你做一个小饭团，生怕你吃不饱，但是确实没吃饱。他们家真的很精致，吧台非常漂亮，很适合约会。阿基推荐指数7.5分，高呀！#内敛，高呀！